俄罗斯专家建议向中国学习，改装米格23战斗机，将其变为无人机，用以痛击乌军。那么这个办法靠谱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俄乌冲突仍然处于焦灼状态，而俄军面临的被动局面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俄罗斯空天军表现不给力，又是重要因素。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俄军曾经在一天内损失了4架战斗机，这样的损失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困境呢？俄军现在除了使用伊朗的几种无人机以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好的办法。不过，最近俄罗斯的一家网站刊登了亚历山大·希罗克拉德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俄罗斯完全可以向中国学习，用歼6战斗机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的办法，把米格21、米格23、图154大型客机，甚至是安2运输机都改成自杀式无人机。作者认为，如果将俄军武器库中的一半老武器送到顿巴斯前线，在2-3天内就能够将周边的乌军防御系统一扫而空。希罗克拉德认为，与其耗费稀缺的新型无人机，不如改装老式飞机，例如安2运输机。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一架安2飞机曾经遭到地面发射的11枚便携式导弹的攻击，但是安2仅受到了轻伤就成功逃脱。其抗揍的水平远远超过喷气式战斗机。作者还拿出了歼6无人机作为例子，称中国的沿海机场拍摄到了300架这种无人机，将数百架退役的俄罗斯战斗机、运输机和客机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然后呢，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就能极大的摧毁乌军的战争潜力。那么，俄罗斯专家的这种观点靠谱吗？你别说，还真的有一定道理。我们知道，苏联时期，该国可是世界上数1数2的航空大国，某些军机的生产数量甚至排名世界第一。比如米格21超音速战斗机，它的产量在第2代战斗机中无人能出其右，很多国家都装备了米格21。当然，现在的米格21在俄罗斯的空天军中呢，已经全部退役了。我们知道，现在的大部分的察塔一体无人机都是亚音速的，最大速度也不过200公里左右，巡航速度在150公里每小时，飞行高度呢也不算高，7-8千米。在这样的一个速度和高度范围内，地空导弹很容易命中它们，而且呢，它们也很容易被雷达所发现。如果用超音速的战斗机来改装，那么就可以大大的提升它们的突防能力，因为一般的超音速战斗机，它的声线起码在15000米到2万米之间，很多导弹就够不着它们了。特别是那些肩射式的防空导弹，基本上拿它们没办法。何况把一款战斗机改成无人机，它的活动半径是成倍增加。一款第2代的超音速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大概在300到5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内，远一点的也不过是700-800公里。那么改成无人机，如果不回收，那么它的作战范围就可以提升到1200公里、1300公里以上，这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他们的攻击区域。俄罗斯除了有大量的米格21的库存以外，还有很多米格23。米格23的优点呢，是它可以变后掠，就是机翼的后掠角是可以变化的，从而适应低速飞行和高速飞行。那么它的活动半径啊，以及最大飞行速度啊，都要比不少战斗机更强。它的挂载能力也不错，现在米格23也都退役了，把它们改成类似于巡航导弹的这种反辐射无人机或者是自杀式无人机，恐怕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最奇葩的是，这位俄罗斯作者
提出要把图154这种大型的喷气式客机改成自杀式无人机，那可就不得了了。这要比一般的巡航导弹的威力大得多。而大型客机的航程我们知道，那几千公里啊，这样的平台如果改装成功，不要说对付乌克兰的地面目标了，就是对付英伦三岛上的目标都绰绰有余。当然，关键在你怎么改，你有没有技术来实现。因为这些中型的、大型的喷气式飞机，它的飞控系统可比轻小慢的那些无人机的飞控系统复杂得多，投入的成本也更多。何况研制一款无人机是有周期的，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的。因为俄乌战场急需的无人机，你如果一时半会儿搞不出来，那么还不如把更多的经费和精力投入到引进其他的轻小慢的无人机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